在田納西州莫弗里斯伯勒，83歲的傑克·雷恩斯晚年過得並不清閒。年輕時，他當過兵，做過警察局長和州警。退休以後，他依然精力旺盛，喜歡結交朋友，也一直做着各種小生意。在家人和朋友眼中，傑克慷慨幽默，日子過得忙碌而充實。可到了2007年9月1日，傑克卻被人發現死在了自家廚房。他背對槍手，身中数槍，其中一枚子彈擊中颅骨時碎裂，現場留下了一枚.22口徑的彈頭碎片。一個大半輩子都在和危險人物打交道的老人，為什麼會在自己家裡毫無防備地遭到槍殺？是生意結仇，是入室劫財，還是一段不為人知的關係，最終把他引向了死亡？事情要從一通報警電話說起。Yes, ma'am, I need a family. Where are you at? On McFarland Street in Murfreesboro. Ma'am. 報警的是一對夫妻羅恩和蒂娜·威廉姆森，兩人與傑克認識多年，蒂娜幾乎每天都會和他聯繫。可從前一天開始，他打了很多次電話，傑克始終沒有接聽，留在答錄機的留言也沒有得到回應。到了9月1日下午，夫妻倆越來越不放心，決定親自過去看看。蒂娜有傑克家的鑰匙，她打開房門後，羅恩先走進屋內，很快便在廚房發現了傑克。他立刻讓蒂娜退到外面，隨後撥打了911。急救人員趕到時，傑克已經死亡，他只穿着一件汗衫和一條四角內褲，倒在餐桌旁，後腦有多處槍傷。屋內沒有明顯的搏鬥痕跡，傑克似乎沒有起身，也沒有試圖逃跑。法醫後來確認，他一共中了5槍，前3槍都是從稍遠處開出的，第4槍明顯更近，最後一槍幾乎貼着後腦開出，子彈從顱底射入，成為致命一擊。傑克背對槍手，沒有反抗，可對方依舊不斷靠近，不斷開火，直到確信這個83歲的老人不可能活下來。乍一看，這似乎是一起入室搶劫，幾個房間都被翻過，抽屜大開，裡面的東西散落一地。可仔細檢查之後，這場搶劫卻顯得處處反常。傑克家的門窗完好，沒有撬動的痕跡，他身上的手錶和首飾還在，屋內的保險箱也原封未動。現場最明顯的損失是他平時收藏的那些槍支。如果兇手只是為了劫財，為什麼放着手錶、首飾和保險箱不動，卻偏偏帶走那些槍？警方因此懷疑屋內的凌亂不是為了尋找財物，而是有人故意把現場偽裝成搶劫的樣子。廚房餐桌上的血跡又讓警方注意到另一個疑點，傑克平時習慣坐在那裡處理文件，血跡濺在桌面和紙張上，唯獨中間留着一小塊形狀不自然的空白，像是槍響時那裡還壓着另一張紙。那張紙究竟去了哪裡？當時沒有人知道。完成現場勘查後，警方開始詢問報警的羅恩和蒂娜。蒂娜說，8月31日，也就是發現傑克屍體的前一天，她還和傑克見過面。那天早上，傑克開車接她去餐廳吃早餐，隨後兩人又去了銀行辦理業務。事情辦完後，傑克把她送回20英里外的伍德伯里，隨後獨自離開，準備前往養老院看望妻子盧比。蒂娜還說，傑克離開後，自己曾多次打電話聯繫他。傑克家的答錄機確實保存着蒂娜後來留下的多條留言。餐廳工作人員也證實，當天早上兩人的確一起出現過。至少在當時，蒂娜講述的不少細節都能得到印證。可事件結果出來以後，這條看似清晰的時間線開始變得可疑。法醫判斷，傑克是在8月31日上午11點到中午12點之間遇害，也就是說，他和蒂娜吃完早餐、辦完銀行業務後不久就遇害了。蒂娜由此成為了警方已知的最後一個見過傑克的人。不過，最後見過死者並不能證明他就是兇手，警方還得繼續調查，看看傑克身邊是否有人具備更直接的殺人動機。這一查，警方才發現傑克私下接觸的人遠比想象中複雜。My grandfather bought moonshine from someone and then sold it for them and probably made a little profit off of it.
離開警局以後，傑克沒有真正閒下來，他喜歡做生意，也享受討價還價的過程。無論是汽車、刀具還是槍支，只要有錢可賺，他都會買來再賣。有些交易可以擺在台面上，有些則不方便公開。警方在傑克家的廚房發現了好幾大罐私釀烈酒，他會從當地人手中進貨，再轉手賣給其他買家。平時他還會私下放貸，和不少人存在現金往來和債務糾紛。鄰居半開玩笑地說，傑克就像小鎮上的鄉村黑手黨，手裡有錢，家裡有槍，認識的人又多，許多交易都發生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這些生意給傑克帶來收入，也給他留下了不少潛在的麻煩。有人可能欠了他的錢，有人可能在汽車或槍械交易中吃虧，私酒生意同樣可能引發衝突，開槍的人很可能就藏在這些人當中。警方很快得到一條颇具分量的線索。案發前不久，傑克曾因為工錢問題和一個給他洗車的男子起了衝突，雙方爭執得很兇。傑克事後甚至告訴鄰居，如果這個人再來，事情很可能會鬧出人命。鄰居不知道對方的名字，只記得他開着一輛老款金色奔馳。警方花了幾周時間，終於找到了那輛車的車主大衛·約翰遜，但大衛很快否認與傑克發生爭執，甚至說自己根本不認識傑克。如此徹底的否認一度讓他顯得非常可疑。可就在調查人員以為找到了突破口時，大衛卻拿出了完整的工作記錄和案發當天的憑證。傑克遇害那段時間，他一直在印刷廠上班，根本沒有機會趕到犯罪現場。金色奔馳的線索就這樣中斷了，私酒、債務和槍械生意這些方向也沒有帶來新的突破。案子繞了一圈，又回到了傑克身邊那些看起來不會傷害他的人。這時，小鎮的一個傳言重新進入警方視線。有人說，傑克晚年迷上了一個比他年輕很多的女人，而且這個女人已經結婚。起初，調查人員只是把這些話當作街坊之間的閒談，可其他線索接連中斷以後，這段關係也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隨着走訪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提到了同一個名字，這個女人就是蒂娜·威廉姆森，也就是那個和丈夫一起發現傑克屍體，一直聲稱自己和傑克只是忘年交的蒂娜。要理解蒂娜為什麼能一步步走進傑克的生活，還得從傑克的妻子盧比說起。 Daddy was having an affair. I guess I was about 7 or 8 years old. I remember the other woman coming in his life.Ruby. I remember that well. Him and Ruby married and everything, and they moved to Murfreesboro. She was kind of sickly. Daddy would still go visit Ruby every day at the nursing home. 卢比患有失智症，病情惡化以後，傑克不得不把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妻子送進養老院。他仍然會去看望盧比，只是兩人已經無法像從前那樣共同生活。每次探望結束，傑克都要獨自回到那棟房子，原本熱鬧的生活也逐漸變得冷清。蒂娜正是在這個時候與他越走越近。多年前，蒂娜遭遇過一次嚴重車禍，背部因此受傷，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自己開車。傑克經常接送她，也會幫她處理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剛開始只是幫助，後來變成了陪伴。兩人經常一起吃飯，一起跑車行，後來又開始合夥倒賣二手汽車。他們低價收來舊車，簡單清理整備後再轉手賣出去。傑克負責出錢，蒂娜則跟着他四處看車談生意。兩人有了共同的生意，也有了越來越多獨處的時間。蒂娜的丈夫羅恩同樣認識傑克，兩個男人有共同的興趣，經常一起參加槍展，買賣槍支，兩家人的關係也一直很近。在羅恩的心目中，傑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可對傑克來說，蒂娜卻早已不只是朋友。傑克的家人漸漸發現，他和蒂娜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多，陪伴家人的時間卻越來越少。蒂娜願意順着他的心意，陪他做喜歡的生意，也讓這個獨自生活的老人再次感到自己被人需要。後來，兩人的聯繫早已不再只圍繞二手車生意，每天的電話、共同的銀行賬戶，再加上汽車和房產上的安排，把兩人的生活越綁越緊。
警方聽說兩人還保持着親密關係後，最先排查的並不是蒂娜，而是她的丈夫羅恩。羅恩熟悉槍械，也知道傑克家的情況，如果他已經發現妻子和好友背着自己交往，完全可能一怒之下殺死傑克。警方再次詢問了羅恩，並調取了他的工作日誌和 GPS 軌跡。結果顯示，案發當天，身為長途卡車司機的羅恩正在州外執行運輸任務。傑克被殺時，他距離莫弗里斯伯勒很遠，不可能出現在凶案現場。羅恩被排除以後，警方開始調查另一個問題：誰會從傑克的死亡中獲利？答案很快指向了蒂娜。銀行記錄顯示，兩人持有一個用于買賣汽車的聯名賬戶，裡面大約有1萬美元。傑克還有一張10萬美元的定期存單，受益人同樣是蒂娜。除此之外，他名下的一處双拼住宅日後也將歸蒂娜所有。警方粗略估算，這些資產加在一起價值大約28萬美元。真正讓警方警覺的是蒂娜在傑克死後的反應。傑克的屍體被發現僅僅5天後，他便來到銀行取走聯名賬戶中的1萬美元。隨後他又想兌現那張10萬美元的存單，因為拿不出傑克的死亡證明，銀行拒絕為他兌付這筆錢。傑克的屍體才剛被發現，蒂娜已經開始處理他留下的財產。警方不得不認真考慮一個問題：對於蒂娜來說，傑克死了是不是比活着更值錢？隨着對蒂娜的懷疑加深，警方再次傳喚她，並直接問她是否與傑克發生過性關係。蒂娜的反應非常激烈，她堅決否認，甚至表現得十分惱火，仿佛警方懷疑她會和一個83歲的老人發生關係，是對她的一種羞辱。談到汽車生意時，蒂娜主動從包裡拿出一本記錄收支的賬冊。她原本想借此證明自己和傑克只是朋友和生意夥伴，可就在她翻動賬冊時，調查人員看見裡面夾着一份傑克名下的汽車所有權文件。蒂娜解釋說，這輛車已經被傑克轉給她，可這份文件上根本沒有傑克的簽名，卻有一處暗紅色血跡。檢測結果顯示，那是傑克的血。調查人員立刻想起了廚房餐桌上那塊沒有沾血的空白，槍擊發生時壓在那裡的很可能就是這份文件。文件上的血第一次把蒂娜和凶案現場直接聯繫起來。有了這份關鍵證據，警方隨後搜查了蒂娜的住所，找到了傑克的工會證、軍人證、社保卡以及其他原本放在他錢包裡的證件。這些屬於傑克的私人證件，如今全都出現在蒂娜家中。搜查還沒有結束，警方又找到了一盒聯邦牌.22口徑子彈，射殺傑克的子彈也是同一品牌、同一口徑。調查人員清點後發現，盒子裡恰好少了5發子彈，而傑克的後腦也恰好有5處槍傷。除此之外，警方還找到一把史密斯威森.22口徑左輪手槍，這把槍的口徑和彈槽容量都符合警方此前對兇器的判斷。彈道檢測無法確認它就是殺死傑克的那把槍，但也無法將它排除。更關鍵的是，技術人員還在手槍轉輪外側檢測出了極少量的人血。雖然血跡太少，沒能提取出可供比對的 DNA， 但傑克後腦有一處接觸性槍傷，槍口抵近開火時飛濺的血跡很可能落在槍身上。至此，警方已經找到傑克的私人證件、同口徑的子彈以及一把無法排除為兇器的手槍。可蒂娜仍然堅持8月31日中午自己一直待在20英里外的伍德伯裡。為了核實他的說法，警方調取了他的手機記錄，結果顯示傑克遇害時蒂娜就在莫弗里斯伯勒，而且距離他的住所不遠。隨後幾通電話所連接的基站則一路分布在返回伍德伯裡的方向上。手機記錄顯示出的移動軌跡與蒂娜的說法完全不同。警方順着電話記錄繼續調查，很快找到了一個關鍵聯繫人，蒂娜的朋友貝蒂。當被問及案發那天的情況時，貝蒂很快說出了實情。他告訴警方，案發前蒂娜曾特意交代自己會從莫弗里斯伯勒打來電話，只要接到這個電話，無論他當時在做什麼，都必須馬上開車去接他。
8月31日上午11點到中午之間，蒂娜果然給貝蒂打來電話。按照蒂娜的要求，貝蒂趕到約翰布拉格公路旁的一家沃爾瑪，那裡距離傑克家只有幾分鐘車程。貝蒂趕到時，蒂娜正獨自沿着公路步行，身邊沒有車。上車後，貝蒂又注意到她身上有幾處暗紅色污漬，看上去像是血跡。蒂娜隨口解釋說，那可能是吃東西時沾到的番茄醬或者番茄汁。可貝蒂看到這些污漬時，傑克已經身中5槍，倒在幾分鐘車程外的自家廚房裡。警方隨後調取了沃爾瑪外圍的監控錄像，監控畫面中果然出現了一個沿公路步行的人影。雖然沒有拍清面部，但這個人的位置、行走方向和出現時間都與貝蒂的證詞吻合。接下來，警方讓貝蒂佩戴錄音設備，再次向蒂娜提起那天的接送。交談中，蒂娜反覆叮囑貝蒂不要把那次接送告訴警方，也絕不能讓羅恩知道。這段錄音說明，羅恩對那次接送毫不知情。蒂娜不僅對警方隱瞞了這件事情，也一直沒有告訴自己的丈夫。Ron don't know that I picked you up. No. Okay. Nobody does. 調查進行到這裡，還有一件事情需要確認，蒂娜和傑克究竟是不是普通朋友？面對警方的追問，蒂娜始終否認兩人發生過性關係。傑克被發現時只穿着一件汗衫和一條4角內褲。法醫在內褲前側的開口處提取出一份男女混合的 DNA 樣本，男性部分屬於傑克，女性部分與蒂娜吻合。鑑定人員認為，這種 DNA 分布很可能是在兩人發生親密接觸後，傑克重新穿上內褲時留下的。蒂娜一直否認的關係，最終還是留下了痕跡。手機記錄、貝蒂的證詞和內褲上的 DNA 共同勾勒出了蒂娜當天的真實行蹤。吃完早餐，辦理完銀行業務後，他並沒有像自己所說的那樣留在伍德伯裡，而是跟着傑克回到了莫弗里斯伯勒。兩人進屋後發生了親密接觸，隨後傑克重新穿上內褲，坐到廚房的餐桌旁。那份後來沾上血跡的汽車所有權文件很可能就擺在他的面前。至於兩人當時究竟談了什麼，現在已經無從得知，可能是那輛汽車，也可能是錢，又或者是傑克不願兌現蒂娜期待已久的某個承諾。但無論爭執因何而起，從現場留下的痕跡來看，傑克當時背對着蒂娜，對她沒有任何防備。隨後槍響了，第一槍從傑克身後射來，然後是第2槍、第3槍、第4槍，最後蒂娜幾乎把槍口抵在傑克的後腦，開出了第5槍。連開5槍顯然不可能是爭執中的意外走火，蒂娜要的就是傑克的命，只有他死了，才永遠無法說出站在身後開槍的人是誰。槍聲停下後，他拿走桌上沾血的所有權文件，又帶走傑克的身份證件和家中的槍械。接着他拉開抽屜，翻亂幾個房間，將這起兇殺案偽裝成入室搶劫。做好這一切後，蒂娜步行離開傑克家，朝着沃爾瑪方向走去。回到伍德伯里後，他開始給傑克打電話，一遍遍在答錄機裡留言，裝作自己不知道他已經死亡。第2天下午，她又若無其事地和丈夫一同來到傑克家。毫不知情的羅恩獨自走進屋，發現屍體後立即撥打911。蒂娜站在屋外，表現得和丈夫一樣震驚。蒂娜之所以能做到這一切，是因為她身邊的每一個人都信任她。傑克相信她，羅恩相信她，貝蒂起初也沒有懷疑她。調查開始後，她還主動配合警方講述傑克最後一天的行蹤，但她還是留下了破綻。她帶走了沾血的所有權文件，卻沒想到手機記錄了她的行蹤，而貝蒂最終也沒有替她隱瞞。2007年12月7日，蒂娜·威廉姆森被捕，隨後被控1級謀殺和加重搶劫。這起案件沒有目擊者，蒂娜也始終沒有認罪，但沾血的所有權文件和傑克的私人證件將她與兇殺案聯繫起來。2009年2月，陪審團裁定蒂娜犯有1級謀殺罪和加重搶劫罪，她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這裡也就結束了，感謝大家的收聽和收看，我是大熊，下期見。